为救我那被毒蛇咬伤的未婚夫谢燕，表妹竟与他有了肌肤之亲。他们怎么会？你抢了如茵的主母之位，还害她绝嗣，这是你欠她的，你该还了。姐姐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我没有死，我竟然回到了生辰宴这天，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云峥啊，你表妹为了救世子，为他吸了蛇毒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了肌肤之亲。如果不让她一起嫁入侯府，她以后还如何做人啊？这不是吴家的表小姐吗？怎么和世子搅到一起了？未出阁的女子帮人这么用嘴吸蛇毒，明杰还要不要了？也不知道避着点，真不害臊啊！在顾家嫡小姐面前对她未婚夫做出这样的事，有好戏看。云峥，如茵是你的表妹，她是为了救我才毁了清白，我对她有责任，不如让她一起嫁进侯府，你看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委屈你。你是正妻，她是平妻，她断断不会越过你去，以后也绝不会与你争什么。表姐，我救世子是真的没想那么多，我只是情不自禁。只要你答应让我嫁入侯府，我不求名分，愿意为奴为婢，定不会跟姐姐相争，请姐姐成全妹妹一片痴心。说的多好听啊！上一世我便是因为她的这种不得已，又因为江如茵差点自杀，咬着牙让她以平妻之礼入了府，结果到头来却把自己给害了。这江小姐也是可怜人，我看她们两姐妹一同嫁入侯府也不是不行。天下那么多男人，她非要毁了表姐的姻缘，像什么话？就是啊，女子名节大如天，这像什么话呀？情不自禁，好一个情不自禁，为奴为婢也愿意，不求名分也可以。是，只要能陪在世子身边。妹妹，你可要一言为定啊！柳絮，拿卖身契来，让表小姐签字画押，从此为奴为婢，随我嫁进平津侯府。姐姐，你在开玩笑对不对？开玩笑，婚姻大事，我为何要与你开玩笑？不是你说愿意为奴为婢的吗？签下卖身契，我说话算话，让你入府。姐姐，我可是你的亲表妹，你怎么忍心让我签卖身契？云峥，她好歹是威远将军府的表小姐，你怎么敢说让她签卖身契？此事因我而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不能因为我的过错而逼死她。世子，表妹自己说为了能入府与世子在一起，愿意为奴为婢，不签卖身契如何为奴为婢？这话是她说的，怎么我同意了，反倒趁责我的不是？还是说她只是说骗我而已？其实就是想入府为妻，大家为我评评理。今日是我的生辰宴，可世子一进府，表妹便求着世子为她摘桃花，这才被毒蛇咬伤。世子是为表妹而受伤，表妹为他将蛇毒吸出来也是应该的，怎么到头来便变成了我心思歹毒、拈酸吃醋？况且府中这么多人，还有大夫，一个未出阁的女子却自作主张为男子吸蛇毒。知道的是表妹人美心善，不知晓的还以为是表妹布的局，故意做出这样的事儿，好嫁给世子呢。对呀，未出阁的女子和外男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我看啊，这种寄居府里的孤女最有心机，画本子都这么写的。我看就是不要脸，世子中了毒，他没嘴喊人吗？而且身边丫鬟一个都不带，豪门的大小姐哪有这般荒唐？姨母为如懿做主啊！如懿知道自己出身卑微，只是寄居在府上，可我也是好人家的清白姑娘，表姐怎么能当众如此羞辱我？云峥，和你表妹道歉！我平日如何教导你的？你就是这样对待手足姐妹？你大家闺秀的气度呢？你这般出言不逊，对妹妹百般羞辱，我一定要好好责罚你。这继母真是怪啊，竟为个表小姐这样骂将军府嫡女。谁让这江小姐是他嫡亲的外甥女？我看方才园子里一个外人都没有，这场戏恐怕少不了他的手笔。云峥，你给如茵道个歉，与她一起嫁进侯府。
我答应过你的，会让你做正妻，我信守承诺。若你再是这样不讲道理，我会与家母说，我们的婚事还要再斟酌斟酌。世子来顾家求娶时说过永不会纳妾，如今还未成亲，便与表妹有肌肤之亲，又说要为了表妹斟酌再三，考虑我们的婚事。既如此，我把正妻之位让出来，成全你和表妹便是了。哎呦，这是哪里的话？你可是我相中的儿媳妇呀，怎么能说让出正妻之位呢？况且是皇上的赐婚，怎么能轻易取消？只不过我们看如茵是你表妹，才说娶她入府做平妻，不能让人说平心侯府忘恩负义才是。但说到底，如茵也是个孤女，无依无靠，若做平妻，怕也是不妥的。不如进府做个妾。云峥，你看可好？哎呀，要纳表小姐做妾，平津侯世子可真是享受其人之福啊！顾家小姐还没进门呢，表小姐就要一起嫁进去，真恶心人！这怕不是故意的吗？表姐，你非要我签卖身契，是想逼死我吗？妹妹，你自幼寄居在我们将军府内，继母什么东西都给你一半，我有的你都有，我没有的你也有。外人都知道将军府的表小姐比我还像嫡出的千金，我怎么敢逼死你？母亲也不会同意啊。签卖身契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。你若是真的不会与我争宠，签了随我嫁进侯府，我便心安。你若不愿意签，难不成心里还有别的妄想？你心里如若没别的想法，为何不愿意签？难道说你怕我拿卖身契要挟你不成？江小姐，你既是做妾，妾也就是个奴婢，这卖身契签了又何妨？就是，你不签，你表姐不答应你入府，你名节已毁，哪里还有活路？世子，你表姐这个人嘴硬心软，你放心，你就算签了卖身契进了侯府，我也定以平妻之礼对你。从今往后，你与你姐姐在我这里是一样的。况且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进了府，我定视你如珠似宝。到时候我想办法，让你先为我生下长子，届时还怕比不过你姐姐？是不是只要我签了卖身契，表姐就会允我嫁入侯府？不可，如茵签了这个，你可真成奴婢了。母亲这是不信女儿。也是，我毕竟不是母亲亲生的，哪有自己亲的外甥女重要？罢了，大不了我不嫁了。母亲让如茵嫁进侯府好了。好，这卖身契我签。这样，姐姐便满意了吧？别怕，不过让云峥安心罢了。3日后，我会来娶你们姐妹进门，以后我不会再娶别的妾室，只有你们2人足矣。世子的话，我记下了。姨母，世子亲口承诺要娶我了，快帮我看看备多少陪嫁合适？陪嫁丫头带几个？急什么？一样一样来。姨母，我听隔壁沈家大小姐出嫁时备了好几马车嫁妆呢。姨母，我也想要。好，都依你。好表妹，为奴为婢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。按照母亲留给我的嫁妆册子，全部清点一遍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你真的要嫁给平津侯世子啊？他还要表小姐做平妻，实在恶心。柳絮，拿着这块玉佩，替我送到太傅府上去。这块玉佩，是小姐。云峥，你也知道，你父亲常年征战在外，府里都是我一个人打点。如今入不敷出，如意的嫁妆也凑不出来。你看，她与你一同嫁进谢家，过于寒酸，脸上也不好看。你看，不如把你母亲的嫁妆挪些到她名下。你放心，等抬过了谢家，嫁妆还给你也是一样的。嫁妆单子都是要在官府登记造册的，我把嫁妆记在如茵名下。到时候说起来，是他的还是我的？况且他不过一个奴婢，进门还要嫁妆。表姐，你就算是官府造册，都是一家人，说了会还定会还你，你这般说辞作甚？
若是他不还，我岂不是白折了几十台嫁妆？我母亲留给我的珠宝首饰，件件价值连城，江家便是变卖家产，也赔不出一件。云峥，我是你的母亲，你父亲说过，你的出嫁的事皆由我负责。如今我自然就能做你的主。你的120拍嫁妆，匀出一半给如英，就这么定了。若你不答应，那我便以你患重病为由，让如英先嫁，你在家养个1年半载的病，等如英生下世子的长子，你再出嫁。姐姐，我们从小姐妹一起长大，就算你的嫁妆给了我，不过抬过去我一样还你。你是高门贵女，何必计较这些东西？你忤逆姨母，当心姨母生气，到时候我比你先嫁去侯府，生下世子的长子，姐姐又能如何？哼，鱼儿上钩了。母亲就要这样偏心，一定要这样对女儿吗？我不过是想着你们姐妹嫁进侯府后能和睦共处罢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出嫁那日，我抬一半嫁妆放院子里，你来取便是。云峥，母亲也是没办法，你父亲几年未回京城，我一个人打理将军府的事，很是为难。你也要体谅一下母亲。你父亲来了信，说赶不回来参加你的婚礼，让我全权操办。母亲一定办得风风光光，让你们姐妹风光出嫁。难怪，原来是知道父亲不能回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所以才这般盛气凌人。那就辛苦母亲了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了，走吧，嫣儿。哼，江如茵，你等着吧，我绝对让你风光出嫁。抬完这一台就完事儿了。大小姐的嫁妆就是实在，香香都沉得要命，累死我了。这60台嫁妆就我俩抬，其他人哪儿去了？这几天除了咱俩，大小姐院里的人全被叫去后山忙活了，也不知是去干什么的，回来个个都累得够呛。后山那地方能有什么？除了石头就是石头。行了，别瞎琢磨了，快抬吧，待会儿被那表小姐瞧见，少不了又得挨一顿批。有意思啊！平津侯府世子居然要同时迎娶威远将军府的嫡女和表小姐。更有意思的，你瞧见没？那表小姐的嫁妆跟她表姐一样，竟是足足60台。她一个妾室哪来的这么多嫁妆？这不合规矩。我看这事儿蹊跷的很呢。如因以妾室的身份已受了委屈，花轿你就让她一步，让她先行。你的8台大轿在后面也是一样的。她不是妾室吗？怎么穿正红的衣服？这不合规矩吧？我看少不了她那亲姨母的手笔。新娘子出门啦！夫人，请上轿。刚刚那个是不是太傅大人啊？没错，就是那个很年轻的沈太傅。世子娶亲怎么是4人抬小轿？将军府的嫡女出嫁怎么也是8台大轿啊？人家说世子是妻妾同娶，可能在后面吧？怎么回事？世子夫人的花轿呢？我让如茵的轿子先行一步，云峥的花轿在后面，可能赌气，让轿夫抬慢了些。不过让他让如茵，云峥气性便这样大，等嫁进府，母亲也要好好教导才是。混账东西！看你做的好事，你后面哪里有花轿？你只迎回了一个妾，世子夫人的花轿呢？世子夫人的花轿呢？不知道，我们是跟着世子走的。跟我回去找，把云州迎娶回来。有没有看见一台花轿从这里抬出来？抬去哪里了？哼，你娶新娘子，不知新娘子去哪儿了？今天这儿可抬出2台花轿，你问哪一台？那8台大轿呢？哦，那是太傅娶的夫人，早都走了，和你们刚好2个方向，应该都到了太傅府拜堂成亲了吧？
怎么可能？云清要嫁的人是我，怎么会被太傅接走？去太傅府！顾姑娘，你真的不后悔嫁入太傅府吗？太傅大人愿意娶我，我感激不尽。我们已拜了天地，成了夫妻，从此患难与共，自然不悔。大人，平津侯世子来了，大闹喜宴，说要抢回夫人。我去看看。夫君，我们一起去吧，一次和他说清，免得平津侯世子天天纠缠不清。太傅娶亲，居然把我的世子夫人娶进来，叫你们太傅出来给个说法！这可是御赐的婚事，沈太傅是要抗旨吗？云娇，跟我回去。我知道你是为了如音入府而生气，有其他的花轿先你一步入门，但是我发誓，我只对你好。世子，你我的婚事虽是御赐，但是你忘了，圣旨上也说，只允你娶妻，年过40未有子方可纳妾。你可是当着全京城的面，把江如音纳了进平心侯府做妾。你抗了旨，这婚事便做不得数。我与夫君已写了正式的婚书，他已求了皇上恩准，求娶我入门。什么不准纳妾？你那日为何不说？你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让我落入陷阱！你早就不想嫁我，你早与太傅勾搭在一起了。谢世子慎言，不是人人都如你一般喜欢勾三搭四、朝秦密旨。世子有空在这里闹事，不如回去好好拜堂成亲，不要打扰我与夫人的洞房花烛。对呀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你别扰了人家好事。你不是对那妾挺上心的吗？娶不到夫人，哪个妾也是喜事。快回去吧。云峥，你我自幼的情分就这样断了，你舍得吗？你明知道我一直要娶的夫人是你啊。是吗？可是你坚持要护着要娶进门的不是江如音吗？你不是说我善妒，没有正式气度吗？如今我已觅得良人，还祝世子与表妹举案齐眉，夫妻同心。世子，咱们回府吧。就一个这样的狐妹子，勾得我儿做事无状，得罪了将军府。一个妾室还敢穿正红的衣服，跟你姨娘一样没规矩。哼，如今闹成这样，你可满意了？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孤女，也敢把事情搅得天翻地覆。云峥已嫁入太傅府，我与他的婚约作废。太傅的婚事上达天宫，是皇上亲自恩准的。混账东西！为一点美色便忘了自己是谁，娶威远将军的嫡女和一个孤女，孰轻孰重你还分不清吗？如今你为了一个妾室，搞砸了御赐的婚事，在皇上眼里是不满皇上的旨意，而你是抗旨，以后的前程你也别想要了。哭什么哭？一进门便哭，侯府的福气都被你哭没了。去了个丧门星，一进府什么事都不顺。来人，把箱子打开看看。母亲，这是我的嫁妆，你要打开不合适吧？难道你怕我贪你嫁妆不成？我不碰它，你只管打开让我瞧瞧。你可别是拿些不值钱的充数，别让人以为你抬了60台嫁进府，结果1文钱没有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侯府贪了你的东西。打开！江如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用石头冒充嫁妆！怎么是石头？是谁？谁换了我的嫁妆？是顾云清，他不愿意交出嫁妆，就把石头放进了嫁妆里，是他骗了我，我要去官府告他。原来抢别人的婚事不算，还抢了别人的嫁妆。这是云峥的嫁妆，你抢了她的嫁妆？不是的，不是我，是姨母。姨母说，反正都要一起嫁入侯府的，让她挪一半她生母的嫁妆给我。世子，我不是贪她的嫁妆，我说了会还给她的。将军夫人真是好厚的脸皮，抢妓女的嫁妆给外甥女。等威远将军回来，我看他如何交差。你行事不端，我们侯府不可能要你入门，抬着你的嫁妆回你的将军府去吧。哼，反正1没拜堂，2没洞房，这个妾咱们不纳了。
世子，你不能不要我啊！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要纳我为妾，花轿入了门，再回去我只有一死啊！你不看别的，只看我曾救你一命，你不能不要我啊！难道你不怕传出去，别人说平津侯府恩将仇报吗？世子！3日回门，我与沈石安一起回了府。表小姐总算如愿留在平舆侯府做了个妾，可是她那60台嫁妆都是石头的事儿，如今也传遍了京城。不仅如此，夫人为了外甥女逼小姐交出嫁妆这事儿，也在京中传得沸沸扬扬。顾云峥，你好狠的心，做出这样狠毒之事！你用石头换嫁妆，你这是要逼死你表妹啊！将军府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？我必要动用家法，好好惩罚你！哦，将军夫人，好大的胆子！这是岳母大人留给云峥的嫁妆，你逼她交出，已是不忍，为外甥女薄待嫡女，视为不慈。母不慈，子才不孝，她何错之有？她不过为了护住生母留给她的东西。将军夫人若有不服，不如报官吧。此事我已去信给岳父大人，只等他做主。你们都是姐妹，你何苦如此？不如你和大家澄清一下，说是下人装错了东西，再把嫁妆给如懿抬一起过去，这事儿便算了吧。母亲在说什么？一个奴婢也敢要嫁妆？若我愿意，她都要作为嫁妆抬到太傅府上去。不过一个物件，也敢在我面前吆三喊四？不是的，那是你骗我签的。把卖身契给我，我可是你母亲，难道母亲的话你也不听吗？这可是不孝！我女儿的嫁妆，我看谁敢打她的主意！爹爹，你回来了！好，我的真儿长大了，嫁人了。沈世安，你小子待我女儿可好？岳父大人放心，石安此生定不负云州。若是不好，咱们就和离。爹爹养你，不用怕任何人。我的女儿想嫁谁就嫁谁。爹爹，夫君待我极好。柳絮，拿着这块玉佩，替我送到太傅府上去。这块玉佩是小姐。那一日，我拿了父亲留给我的玉佩，让柳絮去太傅府传口信，问他是否愿意娶我为妻。只因父亲说过，若遇难事，可用玉佩找太傅求助，我才知道原来父亲对沈石安有恩，两人不知何时还有这般机缘。今日我女儿3日回门，怎么这么多闲杂人等？将军，如懿也是自幼在府里长大，叫您一声姨父，您怎么能如此狠心呢？江氏，我让你做继室，是让你善待我的女儿，不是让你把你娘家的外甥女弄到我将军府里来鸠占鹊巢。将军，妾身从未有过这种心思。你要弄清楚，这是顾家，不是你们江家。你若做不好这主母，我可以换个人做。将军，妾身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哼，做了什么？如今满京城谁不知道？你这继母为了江如茵，连妓女的嫁妆都要吞了，我将军府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这是云峥的嫁妆，是他亲生母亲留给他的遗物，你哪来这么大的胆子，敢让他把嫁妆让出来？我顾家白白养他10几年，已经仁至义尽，从今往后，他不许再踏进我顾家半步。将军，你若再敢贴补他，便和他一起滚出去。江氏，你这些年对云峥所做之事，你以为我真的不知晓吗？哼，我不过看你开始对云峥还算上心，对你留了几分情谊，日后你再作妖，便跟着他一起滚出府去。将军大人，听闻您回来了，我特意赶过来。谢世子，你是与我女儿曾有婚约，但如今婚约取消，与我顾家再无干系，以后也不必再见了。将军，来人，送客。谢世子，将军府内院一直有花匠精心打理，怎么会凭空出现毒蛇？难道你从未想过其中的蹊跷？
二位请吧。世子，您自从将军府回来就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妾身亲手为您炖了参汤，您好歹喝一口吧。跪下！世子，您弄疼妾身了。我让你跪下！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若敢有半个字的虚言，这平津侯府你也不必当了。那日将军府桃树下的毒蛇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妾身不明白世子在说什么。那蛇就是园子里自己跑来的野蛇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那毒蛇是怎么回事？是姨母叫人悄悄放桃树下的。等世子您过去被咬伤后，妾身正好能帮您吸出蛇毒，救您一命。世子，看在妾身一片痴心的份上，原谅妾身这一次吧。毒妇，你害得我好惨！你害我失去云峥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！你这贱人！来人，把江如茵关进佛堂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她出来。世子，我错了，世子。刘叔，这册子上的每一笔都查实了吗？回将军，老奴带人挨个盘问了后院的下人，桩桩件件，铁证如山。明日一早备好马车，让人把夫人送到西山那处偏僻的庄子上去。将军，若有人问起，对外该怎么说？对外称夫人突发恶疾，需要静养，去庄子上好好养几年，不许任何人去探视。是，将军。小姐，这是表小姐送来的信。如今在侯府过上他心心念念的好日子了，还想回来？就是，以前他老是在夫人面前装可怜，抢小姐的东西，真是可恶。不过现在好了，老爷回来了，能为小姐撑腰。柳絮，去传信接他回来吧。我们这位姨母可舍不得他呢。小姐真的要接他回来啊？接他回来都算便宜他了。上一世，他可是以平妻之礼给我强灌了一杯毒酒。姐姐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。不急，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。是，小姐。我要见将军，我要见云峥，你们让我回去见云峥，我给他赔罪，我给他磕头动刑，放我回去。夫人，庄子上清静，最适合您养病，您就认命，安心住下来吧。放开我！我要见表姐，表姐答应我回来的。姨母救我！谢爷那个疯子把我关在佛堂里，又黑又冷。姨母，你快求求表姐，让表姐放我出去啊！我不要待在这里。女儿。江夫人，我们小姐有几句话，特意吩咐老奴来转告二位。既然签了卖身契，做了妾，那江姑娘作为物件，要打要卖，自然是咱家小姐说了算。卖身契。小姐的意思是，既然江姑娘在平津侯府过得不顺心，不如到庄子上来，和江夫人做个伴儿，好好反省。从今日起，二位就在这庄子上安心做活，纺纱3斤，浆洗衣物3大盆，还有种菜、挑坟、浇园子，做完了才给吃饭。种菜、挑粪、浇园子，我不要啊！姨母，我不要干这么些活。好了，多的我也不说了，二位好自为之吧。谢言，你近日办斋连连出错，朕看你不是能力不济，还是心思根本没放在朝政上。陛下息怒，臣办事疏漏，有负陛下委任，罪该万死。够了！
你的婚事闹得满城风雨，沸沸扬扬，罚俸禄半年，回去好生照料你那些生意吧。是，陛下。顾成渊，臣在。你镇守北疆3载，2度大破狄戎，收复3城，歼敌万余，替朕守住了北境门畔。这份战功，朝廷不会忘，朕也不会忘。即日起，晋封你为威远侯，10邑千户，仍掌北疆边军节制之权，以彰军功。臣谢陛下隆恩，守土御敌本是臣的本分，臣此身尽负家国，定不负陛下所托。好了，都退下吧。云哲，你爹爹因战功赫赫，得圣上亲封威远侯，想必这几日侯府门槛都要被踏通了吧？可不是嘛！那些从前眼高于顶的夫人们，如今排着队往你家递宴请帖子呢。如今谢宴被皇上罚了俸，闭门思过，你爹却封了侯，你又嫁了太傅，这人跟人啊，真是没法比。日子是自己过的，何必跟旁人比？云峥，云峥，你与太傅从未相识时，你是为了气我而嫁给他。我想过了，我不介意你嫁过人，你和沈世安和离，我仍愿意娶你为世子夫人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可好？谢世子莫不是疯了，对着我夫人胡说什么？当心吓坏我夫人和腹中的孩子。我说了我会陪你，你偏要淘气，自己出来买点心。是肚子里的孩子想吃，又不是我想吃。是，都是他的错。不问出身，兼学算学经营之术，让女子也能凭一技之长安身立命。云峥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夫君，你看，这是我娘留下的，我想把它变成真的。女学，不问出身，兼学6艺算学经营。你想做？我想，我母亲聪慧胜过男子，却一生困于后宅，郁郁而终。这世间不知还有多少女子如她一样，她们不该只是谁的附庸，她们可以有自己的手艺，可以堂堂正正地活在这世上。好，我支持你。你需要的一切，人脉、地方、批文，都交给我。启禀陛下，当朝太傅沈石安，其身为帝师，却纵容其夫人顾氏倒行逆施，开办女学，此乃嫔姬私臣，乱了纲常。王大人所开便是德，此乃祖宗礼法。此举必将家宅不宁，国本动摇。臣有话要说。教女子读书是让她们明事理，教算学是让她们能掌中慧，教技艺是让她们能安身立命。敢问，一个知书达理、勤俭持家的女子，与一个只会争风吃醋的文盲妇人，究竟哪一个更能稳固国之基石？况且我朝皇后娘娘母仪天下，其德行才情，天下供养。若女子无才便是德，那诸位大人是想将皇后置于何地？沈爱卿所言不无道理，朕倒觉得女子知书达理是件好事。陛下有旨，太傅夫人顾氏开办女学，乃功在社稷之善举，特赏赐文房4宝100套，锦缎100匹，以示嘉奖。钦此。臣谢陛下隆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今日是我们云安堂云峥，叫太医，快叫太医！恭喜太傅
贺喜太傅，夫人这是喜脉，已有1个多月的身孕了。夫人，我要当爹爹了。好，好啊，老夫要有外孙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开库房，把那些天才地宝全都给云峥送去，我亲自送去。听说了吗？太傅夫人有喜了。早就听说了。将军府那边，威远将军高兴的差点把家都拆了。云峥，见字如面。今日陛下调我戍守北疆，即刻启程。从前是我昏聩，是非不辨，信了谗言，负了婚约，也伤了你。事到如今，我无话可辩，更不敢求你谅解。夫人，平津侯府派人送来的，说是谢上子请旨去边关前给您留的亲笔信。往后山高路远，我再不会踏足京城半步，不会扰你半分安宁。此去边关，我只想寻回当年的自己。谢世子，咱们出发吧。像少时那样，凭刀马立功名，做个坦荡的军中儿郎，不再浑浑噩噩困于后宅私情。听闻你有了身孕，望你珍重身体，与太傅大人岁岁安稳。纸短情长，就此别过。谢燕。这些事，这些人，如今与我再无关系了。先生，外面有学生找你。我爹昨日看账本，说我的字比以前强多了。他说，要是我算术也学得好，往后家里的账都交给我管。那就好好学。今日功课温习没有？温习了。我开办女学，请名师教导想进学的京中女郎，让她们学会自强，学会如何生存。这是我母亲生前想做的，这也是我想做的。